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马上关注俄罗斯是不是要下狠招了？基辅传出了爆炸断电因为俄罗斯的战略轰炸机升空，直接让这个乌克兰全境响起了空袭警报。我们昨天有讲到是不是在川普上任之前呢，所有的战争都有一个迹象，都变得更加的激烈了？那是不是又要极限的这个施压？大家都要争取更大的一个谈判空间。那俄罗斯呢，他在10号的时候击落了34架瞄准俄罗斯的乌克兰无人机，而且呢，他们自己在11号凌晨马上派了多架战机升空，所以因此乌克兰全境都进入了高度警备的警戒的状态，而且基辅就传出了停电爆炸的灾情这一次是直接直攻首都基辅所以这讯号非常的强烈。克里姆林宫甚至还否认了普京跟川普通话的消息。昨天美国媒体都一直在讲说川普已经跟普京通上话啦，甚至还有讲说我们美国都已经有部署很多的这样子的美军在欧洲了那可是呢，为什么俄罗斯释放的消息是不一样？他说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对话，这完全不符合事实，这是臆想出来的，而且纯属虚构。目前俄罗斯甚至没有打算要通话的具体计划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讯号呢？打脸了川普跟他通话的讯息那反倒是跟金正恩这个是这个实锤，这个俄罗斯跟北韩的共同防御条约现在正式批准了，现在正式签下去了。也就是说，接下来双方遭受到武装攻击的时候，都会相互协助。目前这一个朝鲜他们已经派出了5万人要来攻打库斯克州，也就是本来被这个乌克兰攻下的俄罗斯的一个州。那乌克兰还有这个公布说北韩的一些对话，比方说包含了1212等我我收取海狗讯号老四快点回来这些内容都是他们的一些广播暗号。甚至修理工呢，就代表说需要赶快回到部队基地所以代表说北韩已经正式参战了。那南韩也很紧张，他就说现在北韩发射的新型洲际飞弹恐怕已经是有俄罗斯的技术支援，也就是说现在俄罗斯跟北韩绑得越来越紧密了。共同防御条约之外，是不是洲际飞弹的技术也已经支援到了这个北韩这边来，大要紧了。那再来，川普是不是打算要抛开乌克兰？他的长子小唐纳出来讲话，他那边 Instagram 发了一支影片显示出来泽伦斯基跟川普泽伦斯基不太高兴上面的文字讲说距离失去津贴还有38天，在这样子就是很有川普的这种嘲讽的语调在跟泽伦斯基讲话。泽伦斯基当然了解他所以为什么现在就是很头疼这件事情他说只有结合实力与外交才能实现和平因为如果没有实力，外交其实没有前景。也就是说，是不是态度上面有一丝丝软化？就是他担心是不是就算和谈，那如果没有人有一些担保的话，接下来这个外交还是没有一个清晰，就是有一个担保。那他们现在这种状况怎么样还能够抵挡俄罗斯呢？那现在目前拜登卸任之前加快兑现军援承诺因为其实泽伦斯基之前就吐槽，就说你答应我的事情你只给了10%，所以现在要促使拜登要赶快把之前承诺的通通送上。华府的高官就讲说，现在五角大厦交付了500多枚的这种拦截导弹那它可以用于爱国者防御系统以及这个地对空的导弹系统，应该够乌克兰在今年剩下的时间来应付俄罗斯的无人机，剩下时间1个多月了，那明年就不管了，因为现在倒数38天，乌克兰快要没有美国的援助了，所以这个乌克兰很失望。经济学人有报道出来，他说对于拜登政府是日益失望，因为他现在即将要面对的就是自己去面对川普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美国反川之乱将起现在美国各地都在爆发反川示威，他们讲说我们是不会退缩的所以感觉上面虽然现在获得压倒性胜利，但是呢反川的力量却是正在集结，正在扩大，要站出来反弹那还有加州呢，甚至带领着大家说，这个纽森讲我们呢不会袖手旁观，就如果川普影响到加州的自由的话，我们一定会给予一些
这个抵制，就是我们现在要来立法抵制川普的施政。那加州要独立了嘛？加州打算要自成一格了嘛？所以这真的是一个美国在内部分裂的消息哦。那川普也酝酿要开除大批联邦的公务员，因为马斯克讲说，这个效率部呢这件事情啊，他其实在竞选过程期间讲说要大量的解雇联邦政府里面的无党籍雇员呢，并且呢，马斯克就要成立这个效率部来大幅削减联邦政府的支出。这个言论出来，其实让在联邦工作的人十分恐惧哦，感觉快要失业了，打算要透过工会来跟川普进行抗争。但是现在美股却出现了川普行情啊，那受惠的是谁？受惠的是比特币创下新高，还有特斯拉涨翻了。那我们来问一下帅将军怎么看？其实俄罗斯加大这个力道去打乌克兰，是我们早就预料到，因为大选完了以后，俄罗斯必须要趁这个空档，美国权力交接的空档，他要取得最大的战果。那前一阵子，俄罗斯主要是靠155大炮在战场上取得优势，现在呢，俄罗斯是靠空军，因为乌克兰没有空军，所以它的空军呢可以带着重磅的炸弹，加上滑翔炸弹，可以飞120公里，造成乌克兰大量的伤亡。所以美国急了，才准备要给500个防空飞弹嘛。这个问题就是说，一物克一物的来。那拜登搞这个名堂也是有阴谋的。你川普不讲1天就结束战争吗？我让乌克兰再撑2个月，再撑几天，就是打脸川普啊！你吹牛，到时候民主党将来也可以拿来批评川普的一个口实了。那乌克兰当然急了，这个要有外交的保证，他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所以还在拉拢欧盟的国家来替他声援。但是欧盟早就已经没太大的兴趣了。对，现在问题就是川普跟普丁2个人搞得怎么，结果是什么？那这个被侵略的这个乌克兰占领的土地啊，现在已经形成合围之势。他原来3、4万人呢，打的差不多只剩不到1万人了，就伤亡2、3万。所以这个东西，俄罗斯绝对不容许我在停火谈判之前，你还占有任何1寸俄罗斯的土地，因为你是拿来交换的，我不跟你换了，我就是说，我现在占有的土地都是我的，你侵略到我俄罗斯的这个地方，我也把它拿回来。所以这个状况对乌克兰的形势是蛮紧张的。那川普的儿子讲那个话也很现实。那现在俄罗斯做这些事情呢，他刚制造一个氛围，我现在猛攻，川普又断了你的后援，欧盟也拿不出钱来支持你。欧盟现在也快解体了，德国这个肖兹内阁也垮了嘛，法国是口惠而实不至嘛，其他欧洲国家根本没有实力嘛。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他今天又去轰炸你基辅，等于给你下最后通牒了。你不要怪我，到时候我占领你的首都啊，那就不是那不是谈和了，那是投降了。所以他制造这个氛围，美元断了，俄国攻势的不断，加强歼灭乌克兰的部队，然后轰炸你基辅。你把这4个东西包在一起看，就是人车司机最后在城下之谋，没有谈判的条件。这就是俄罗斯很在营造这个氛围了，就是说你的士兵没有斗志，老百姓也承受不了这么大的伤亡。你这个人车司机不管什么顺利计划，什么民主价值这一套没用，所以这个环环相扣了。它其实每一个军事行动啊，背后都有政治含义的，所以你可以看出来，武器哪样有用，它换。另外，我还讲一个，刚刚前面讲的珠海航展，我补充2个点。美国的 F-22因为太贵才停产，它发展的6代机啊，就是减掉很多贵重的装备，换句话说，性能不可能超过 F-22，跟你歼20对抗可能更吃瘪。为什么没有钱了呢？因为美国的 F-18大黄蜂全部要退休。大黄蜂是美国11条航母上的主力机种，已经到了非退不可。你想想看，你要拿 F-35B， 你要花多少钱？9000万美金啊，一架。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美国空军真的没钱了，6代机减项来生产 ，F-18到现在要换，没能力换，所以将来2个国家的空军的战力比啊，
只要签35A，量产达到一定的目标，优胜劣败已经出来。好，请教赖老师。现在的权力斗争跟国与国之间的斗争确实很激烈了啊，因为这个川普胜选11月6号的时候，泽连斯基好不容易跟川普打上电话了，他本来一直希望说能够亲自飞到美国去见川普那没有同意，后来有通上电话，通完电话以后，泽连斯基对外发言说川普挺乌克兰接着我们就看到另外一个现象了。就是乌克兰用了70几架无人机去攻打莫斯科，俄国的首都，3个机场就紧急的停飞然后拦截这些无人机。那当然，第二天传出来的就是11月7号说川普跟普丁有通上电话，所以是泽连斯基先通，然后接着传出跟普丁通，接着之后就传出说这个。川普支持乌克兰，接着我们就看到乌克兰去攻打莫斯科了，接着你就看到了这个说没有通话川普跟普丁没有通话，普丁拒绝通话，因为当时传出来的说是川普警告普丁说我们美国在欧洲有军力，而且战争不可以升级等等。接着您看到在一个更特别的现象出现了，那个现象就是。又有人传话了，说川普没有，这是川普的亲信自己站出来讲的，说川普没有支持乌克兰，泽连斯基说谎，这样的一个情况，你看整个态势看起来就越来越明显了。那现在连川普的儿子都出来说，只剩下38天了，那这已经是一直在扫清障碍了。扫清什么障碍？扫清川普跟普丁通话的。或是未来要接触的障碍，也就是给泽连斯基开始施加压力，说要在川普上台的前1天或者前夕，你最好给我解决跟俄罗斯的问题。那也就是说，他现在在逼着泽连斯基要让步了。泽连斯基讲的说实力跟外交，你要考虑我的实力，实力没那么强的时候，那就必须要用外交来解决。那这不就是也给自己铺一个可以谈判的这条路了吗？已经好像都在铺陈了，可是您看到了俄罗斯对于这个基辅的一个攻击，这已经是早就可预测的事。也就是说，当乌克兰对于莫斯科的首都、俄国的首都进行无人机的攻击的时候，那当然你可以预测到，普丁的反击报复一定是更加的猛烈而已嘛。所以我个人觉得，俄乌目前在这个川普上任之前。他们的战事绝对会更加的激烈。好，岳老师，请大家注意这个川普第1任的时候搞那个通俄门，搞得他简直是快疯了一样就是因为他乱讲话，一直强调他跟普丁好朋友。这回到目前为止讲话非常小心所以说《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绝对是假消息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听官方的，佩斯科夫都讲话了嘛，根本没有通。而且川普在目前这个阶段他不要引人讨厌，他非常小心。他公布了几个强硬派的人，但是到目前为止，如果要说要当国务卿的话，我其实都蛮怀疑的。这只有说是这个美国的重要像纽什什么等等消息。这个实际上来讲起来的话呢，川普他非常小心的原因就是民主党会联合起来用法律搞他，他被搞了很久通俄门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自己的话呢，面对了非常大的压力不过这里面的话呢，当中要讲的话呢，这一次美国的选举当中有2件事情是非常重要。其实的话呢，第一件事情，这个不是民主党跟共和党这个是意识形态的争执我唯一听到川普自己本人他说的话呢，就是反对所有的大家对于性别的研究，这是川普说的，不是我说的。川普说我们的性别是上帝给的，就2种性别，男性女性，没有什么其他的乱七八糟的这他自己在讲的话。然后说这个是发生的，这个是我听到他讲话的内容我不晓得是不是 AI 合成，但是他基本上也是符合他的一贯的立场。他说他要通过第1条，就是说他要做这个，那这个是他本人说出来的话呢，所以比较信赖。那当然引发了非常大的反对大家要了解
我有一段时间的话呢，我坐飞机看的电影里面，基本上啊，这个美人鱼成了黑人啊，然后都是这个主题电影都是以 gender study， 就是大部分都是这个LGBT 为主要的题目，在整个加州地区啊，这是很流行的。但是这个要转过来的发生的现象的话呢，在川普，我没想到他是这么激烈的，因为川普基本上这个立场呢，可以说是最保守的啊。像有的时候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呢，大家基本上这个事情的话呢，你不要讲的这么直接，但川普他讲的非常直接。第二件事情的话呢，我觉得那个马斯克要当这个效率委员会的这个主导者啊，他说过啊，这个效率委员会的话，他说可以节省2万亿美元的情况下呢，就是要裁掉10万个人了。大家知道，在美国的话呢，不要说在美国，在台湾跟在大陆，大家都当公务员当得爽歪歪啊，哪里有人想到说是什么被裁员的？公家机关裁员，为什么呢？因为这2件事情，一个是性别研究，一个是这个有关于公务人员的裁员的事情，都跟马斯克有直接的关系。马斯克跟拜登闹翻了脸，就是特斯拉不准搞工会这一套。美国的工会的话呢，都是不管是这个上岗的，或者说是开车的，到了选举前都一直不停的罢工啊，通通都达成愿望，他就不准。所以说这2件事情会引发美国内部非常大的争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好，美国的晶片战又再度升级嘛，因为他们现在是说啊，要下令这个台积电要中断提供这个 AI 晶片哦，但是显然这个反应真的超出美国预期哦，反倒让中国大陆的半导体指数飙到了3年新高，也就是说你越打，可能中国大陆他们就现在加快晶片的制造工作，所以让他们的中证半导体指数哦，在周一的交易上涨了6%，写下了2021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准。那这样子的影响到底大不大呢？你看到很多的这个像是一些美国的媒体啊，他们就报道就说啊，这对阿里巴巴、百度啊，这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啊，因为他们都是有大量在使用台积电7奈米的这种昆仑2代 AI 的处理器哦。那可是你看欧洲真的是坐不住了，他们说这个包含意法半导体的执行长英飞凌执行长，还有这个恩智浦执行长哦，他们是来自于说这个德国啊、法国、意大利合资的这个意法，还有这个荷兰这个恩智浦哦，他们这几家公司就说，这过去10年来啊，真的是因为民族主义哦，让他们一直在处于受害情况下。言下之意就是在抱怨美国啊，你一直在那边打中国大陆，那他们也生意都不能够做了。那川普上台哦，其实美商更害怕。根据这个商业内幕的报道说，其实现在很多的美商哦，在狂抢中国大陆的产品啊，讲说这个因为接下来要限制了嘛，那显示出来中国大陆的海关哦，这边数据显示10月份中国大陆出口同比增长了12%，创下2年来的新高啊，这最快的一个增长速度。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一波，在川普上台之前，11月、12月、1月，那可能都会是他们的这个要赶紧囤货的一个季节。那再来，欧洲不是也是跟着美国一起来限制中国大陆嘛，在提高电动车的关税。所以在上个月的11号，其实大陆的商务部就对于欧盟的白兰地实施了临时反倾销的措施哦，从30%到39%这样提高。1个月之后，他说现在除了保证金之外，也可以用这种含保作为一个担保的形式。欧盟是讲说，欧盟其实不希望跟中国大陆打贸易战啦，但是现在目前谈判还没有任何的实际的进展。不过这个讯息出来，也代表说是不是中国大陆有一点点软化，是要拉着欧洲、拉着欧盟一起来反制美国的制裁吗？因为这2天哦，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意大利的总统就去访问中国大陆，也跟习近平碰面哦。那2天前，其实习近平跟他见面的时候就讲到说，欧洲哦，其实中国大陆将欧洲作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伙伴啊，双方应该要坚持一起合作才对。它是
隔7年再来到中国大陆讲说，我真的是看到中国的长足的进步哦。那这些日子以来，我们盘点一下，其实欧洲好像在这一个制裁的大棒挥下来之前，他们不论是之前还是之后啦，他们都陆陆续续自己分别来跟中国大陆见面，就是这不是我们愿意的然后你看，肖兹马克宏也在4月时候来，9月份的时候，西班牙、挪威来，那再来芬兰的总统也是来，再来现在是意大利也来所以他们都不希望说真的跟中国大陆打坏这样子的一个贸易往来关系不得不现在是美国压着他，所以中国大陆想要运用他们把它反过来限制美国吗？那再来 APEC 现在也变成中国大陆的主场习近平有提到全球南方现在声势壮大，应该要扮演着这种多边主义而且世界多极化这样的一个角色，来推动建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一个经济全球化。那在秘鲁这边跟中国大陆也签了加强自由贸易的一个协议在南美洲这边就对于美国来说有一个警讯因为川普现在可能发现在打这个中美贸易战现在好像自己已经处于败方了。2018年开始的，但是现在被称为这个美国的后花园的南美洲，好像已经转向跟中国大陆走得更近包含了一些主要的出口产品，像是玉米铜大豆、牛肉这些巨大的需求显示出来中国大陆在南美洲的影响力快速的增长。那可能也是让这个美国现在非常的紧张，因为川普就是主张美国优先才促使这样的一个趋势加剧。全球南方现在站在一块，以这个命运共同体来世界多极化的经济推动，可是呢，美国一直在搞小院高墙，甚至现在变大院高墙，所以反倒是把自己逐出到这个经济体之外呢？我们先来问一下苑老师。好，这个是我必须要强调整个美国对于中国在半导体的制裁上的话呢，其实效果非常非常的有限。为什么呢？最主要原因呢，我觉得美国搞错了2个方向。第一个，为什么美国要这么鼓励自由主义的贸易？这个里面真正的原因的话呢，就是美国本身它真正的霸权不是科技，也不是军事，是它的美元的霸权。大家想想看嘛，就是说是你多久没有穿过美国人制造的牛仔裤了？就是美国人基本上的话呢，就是印张100元的钞票，刚好就是一条好牛仔裤的价格的话，那只要用那张纸就可以换回来这个东西，大家都愿意甘愿换，所以这个是一个自由贸易。所以说，我觉得川普这边动不动就乱强调关税，先不讲无法无天，就是违背了 WTO 的原则，他自己根本都没搞清楚为什么美国这么多贸易，美国怎么可能把他们制造业拉回来？美国的工人他们1个钟头要64块钱，这个是在这个做的他们的事情。那这个哪里有这么贵的工人呢？对不对？那汽车工人都不要讲了。那第二件事情的话呢，就是说呢，整个欧洲地区的话，跟着美国搞，因为现在川普上来，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大家要搞清楚我在欧洲待了非常长的时间欧洲人基本上的话呢，对于美国的立场上是不得已才跟着美国这样走。现在搞到欧洲的生活当中退后了非常多，通货膨胀非常厉害，整个生活水准不升反降的情况下的话呢，那川普本身开口闭口就威胁你要付钱要做什么的。那西欧的国家的话，像比利时这种国家的话呢，我的 GDP 就不到2%，继续你的北约国家就在我们的总部就在那里头你要威胁什么东西？大不了我跟你讲，大家可以做出最正常的判断。俄罗斯现在有这个能力，有这个野心，有这个想法，要并吞欧洲吗？要并吞全世界吗？俄罗斯自己其实讲起来生活也并不太好这大家心里都不了解那第三件事情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大陆本身之所以喊出全球南方的话呢，亚非拉三者的话呢，我跟你讲，拉丁美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单位我们都知道，所有拉丁美洲国家不是只有墨西哥不是只有香蕉共和国，不是只有瓜地马拉，是讲说上帝离我们太远，美国离我们太近我跟你讲，那个门罗主义的时候，把整个美洲当成自己的这种痉挛来看待的话，他们早就非常不爽。然后这一次的话呢，尤其是拉丁美洲的国家全面酌情老早就是比这个酌情的观念的话呢，跟共和党的那种酌情的不一样他们这种酌情就是强调社会平等社会主义的观念。那他们基本上就是在整个政治思想上跟着美国倒着干。那美国的话呢，对他们动不动就是为所欲为，动不动就制裁的情况下，很自然的这种全球南方的国家会走上非洲跟中国的一条道路，就是大家一起办和平论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亚非拉
就是亚洲的东南亚国家里面，中国的地位很明显。非洲国家前阵子刚开完了和平论坛，也非常明显。那拉丁美洲的国家的话呢，但是拉丁美洲国家最重要的是锂矿啊。锂矿的话呢，除了这个 A、B、C 啊，就是说是他们的锂矿都非常丰富啊之外，还有最重要就是秘鲁本身的锂矿也非常大，而且最重要的部分是他们都很愿意跟中国合作。所以我不太能够看得懂美国在制裁中国一国的话，会不会引火自己，焚到自己啊？好，请教赖老师。台积电被美国搞得他的生意做得很辛苦啊。那台积电不是美国的啊，它还是我们台湾的嘛，哈，中华民国的台积电啊，但是被美国这样整得一塌糊涂。欧洲的这些半导体的公司也是一样被美国整得一塌糊涂，但这些公司都不是美国的，可是他们因为害怕美国，所以都被美国干扰了，对，也都被美国牵制住了，那他们的公司的利益都受损。刚开始的时候确实给大陆带来了很多的困扰也很多的麻烦，但是这些困扰、这些麻烦、这些问题终究解决了，一个一个在解决，有的还在解决中，但是它也让中国大陆的半导体比以前更加的强大，然后它的生产制造量，还有就是说它的能量它是越来越强大，然后到最后它会发展出可以跟台积电，可以跟三星，可以跟欧洲这些半导体的制造商跟代工厂可以竞争了。那中国大陆就最终就会从设计一直到制成品是一条龙全部都完成了，而美国没有，美国有设计没有制成品，台积电有制成品没有设计能力，而中国大陆从设计能力一直到制成品全部都有了。那有人讲说，那它的这光刻机呢？大陆到最后连半导体的生产设备也都能够制造出来了，那是只是需要时间的问题而已。那换言之，也就是美国越打压，只有让中国大陆越强大，而中国大陆的强大却是整个体系的强大。对，而美国以外的，也就是说除了中国以外的所有的国家，它的半导体都是不成体系的。例如说台积电做代工，日本跟荷兰做这个设备，美国做设计，那么日本还有一些原料，都是不成体系的，而中国大陆成体系。不成体系的国家怎么跟一个成体系的国家来竞争？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些国家如果这些企业的老板跟他们的政府如果脑袋还不清楚的话，最终他们都会被逃出于被抛在后面美国为什么他的进口商会慌、会乱、会着急、会拼命狂订货？就是因为有需要嘛，而且他不得不需要嘛，而且他知道无可取代、无可替代。那因此他预见川普如果给中国大陆课60%的税，而他无可取代、无可替代，所以他干脆就拼命下订单嘛，先囤货再说。这代表什么？中国的产品输往美国是无可取代的。那你川普，你今天是跟美国的老百姓对着干，然后经济学家已经算出来了，你一旦实施60%的关税，美国的中等家庭的人每一年的收入就大大的减少270块美元到3500块美元，这不是少数字哦。好，请教施将军。让我们看这个大国相争呢，现在看出一个基本态势。那美国想把持西方，包含欧洲，那么中国呢就往南方世界。那这两个的优劣比一下，美国把欧洲还要加关税，欧洲的经济也不好，再加关税，美国的手上的武器就是一个是军事强大，第二个就是金融，玩这个钞票制度金融制度。那欧洲这些国家呢，要想求生存，他还要跟中国大陆打交道。虽然表面上配合美国反关税，骨子里一个一个跑到去那跟中国大陆去沟通。那中国大陆眼睛不只是看欧洲了，因为以前着眼一带一路目标是欧洲嘛，可是最近现在一个趋势，南方国家，跟中亚国家，这些国家都有很丰富的天然资源，缺少资金，缺少技术，缺少人力去开采。那中国大陆的强项就是说，我出产的东西价廉物美，你们自己去选。我能给你的资助是技术资助、资本的投入、技术的资助，把你的矿产弄出来，经济就更繁荣。所以这两相对比川普忙在
修理美国内部，它向外扩张没有办法了。它除了加拿大以外，它没有什么地方市场可以在。它自己后花园中南美洲都已经倒戈了嘛。中东战场是因为你支持以色列，中东的这个市场也差不多。中亚在俄国跟中国合作之下，这几个国家丰富的矿产但是没办法开发。所以这个问题啊，我们把这个东西一看，变成两极对抗，南方跟北方。那北方美国还只占一半呢，那欧洲跟俄罗斯要占掉一大半。所以我们看这个大国博弈啊，将来未来发展的趋势来讲，美国不占上风啊。因为美国川普的想法，我再次强大以后再出来，但是你有搞孤立主义，你欧洲那些小朋友已经被你搞快死了。对，那个德国的崩盘，法国他们意大利都要跑去跟中国打交道。就是说你这个小院高墙，我们另辟途径了。另辟途径，大家都要活嘛。对，大家都要有经济能赚钱养活自己的国民嘛。这个没有，所以川普时代叫什么民主价值、自由价值那一套，被普京跟川普狠狠打脸了。你没有实力，你谈什么啊？以前靠这个价值观念联盟已经破了嘛，对不对？那德国去玩这个价值联盟，玩到自己消失都下台。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退役中将帅化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翟轩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今天开始就是中国大陆的珠海航展正式开幕了。那包含了像是微博啊、今日头条啊，还有百度的热搜哦，你都可以看到相当多相关的这个热搜词条啊。因为第15届的中国航展今天开幕啦。那当然，这个各式各样的官媒哦都在展开直播。我们来看看相关的画面哦。这一次的航展呢，吸引了74个国家和地区哦，超过890家企业参展啊。那当然，大家更是聚焦在中国大陆这一次会有什么样的新型武器秀出来，然后展示出来给大家看哦。那所以我们看到了有包含了像新型的隐形战机，这个歼35A、歼20S， 还有海军直20的舰载型直升机哦，多种多款的这个机型重磅亮相。中外的飞行表演队哦，上演了空中芭蕾，还有多型的运载火箭，现场还能够偶遇一下这个无人炮打、无人作战艇啊，这些未来的武器装备。人家说科技感拉满，真的展现出来这个大国军事的实力哦。那其实呢，这次的珠海航展啊，他们讲说有非常多的显眼包，还被做成了这样的9宫格哦，3款隐身战机齐聚一堂，还包含了红19啊，这个红旗19哦，还有这个无人机的真机，这个彩虹哦，还有这个我们看到这些歼35A 啊，也是首次的同框。那这样子的一个9宫格，让大家看看呢，包含了歼35A、歼15T、歼15D 首次的这样3款的隐身战机齐聚一堂，甚至还有越壤也在这一次亮相了哟，就是把所有厉害的全部让大家一次看足哦。那有多款这种海军的一些装备首秀，甚至还有一些酷炫的表演哦，让大家数一数中国航展的显眼包。那另外我们看看歼35A 为什么叫歼35A 呢？专家就讲啊，因为呢就是要歼灭美国的 F-35啊，所以就是很直白，就是歼35。原来如此啊！那我们还看到了有一些这种未来战士的这种机器狼群现身哦，哇，这是完全是一个完全未来的一个战场了。你遇到的敌人可能不是人，它可能是一个机器战犬、机器士兵，来减少真实的伤亡，就是到了一个无人世代了，无人机，然后还包含了这样的一个机器战犬哦。那还有鹰击21也出现了，它被称为是航母杀手。他这次也是在珠海航展里头亮相哦。那他们这个中国大陆的官媒也公开这个发射的画面。那这次珠海航展是由这个轰炸机这挂载亮相，显示出来对于美国反介入战力的一个展示。那当然呢，其实包含中国大陆很关注，我们台湾其实也非常关注这一次有什么样的新型武器啊，可以展现出来说，现在中国大陆的军事进步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各国也都很关注。你看到这次绍伊古抵达中国大陆，也即将要去珠海航展哦。大陆的专家就讲说，
这次呢，其实就是展现出来，不论国际形势是怎么样的一个变换，中俄都是保持高水准战略互信的军事合作的讯号。那更不要说这个沙国更期待了，每次航展呢就是沙国的双11啊。我们来看看相关的画面哦，因为这样沙国的一些官方团哦，他们都已经开始哇，这个组团出现在沙国，甚至还有这个 VVIP 的车专门把他们这个载进会场哦，所以他们其实每次都是来这边哇，这个双11挑选一下有哪些新的武器设备啊、新的战机啊要来带回沙国。他们现在进入到欢乐买模式，这就是这个另外一个花絮哦。那还有，这个苏57啊，我们就讲到说，这次俄罗斯的战机有来，就是这个苏57、苏凯57哦。那这个飞行员也被人家拍到这一幕，他来哦，他除了要表演之外，他手上还拎了好几袋，因为他自己先逛了一下，他手上拎的是什么？歼20战机的模型，还有歼35的模型哦，所以他也化身为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军机的这个模型迷哦，他也带了几个伴手礼要回去。那再来看一下，同一时间哦，其实中国大陆又出手教训这个菲律宾嘛，说黄岩岛其实只是个开端，现在真正的关键是在争夺仁爱礁哦，因为不排除要采取强力手段让这个菲律宾离开。那俄罗斯跟印尼的海军也正在进行联合的军演，进行这种反恐演习。那还有呢，有卫星照出来说，中国大陆现在是不是在打造要研发核动力航母哦？根据这个卫星图里面看起来，就是中国大陆在四川这个乐山市这边有一个陆基型圆形核反应炉哦，首度证实中国大陆正在努力成为继美国和法国之后世界上第3个拥有核动力航母的国家。那试图要把任何的一个势力哦，这逐出第一岛链之外嘛。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帅将军怎么看？今天看这个珠海航展呢，我们很感慨啊。回想70年前中国建国的时候，毛泽东在天安门要宣布这个中国站起来，他们那个时候内部很紧张，怕台湾派飞机去炸，那高炮司令啊，搞了这个忙了好几天。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的空军实力啊，可以到北京丢传单，到内陆丢传单，什么都可以做。现在一看呢，那真是解放军的这个空中战力啊，可以讲各款式、各形式、各种功能的战机通通到齐。你看这个预警机看很远，很早就收缩目标，指挥打仗；电战机可以干扰人家的电战，啊，那么下面就歼20打人家的空军的拦截机，踹开大门，空中制压制空；歼35就对点目标的精准打击，后面就是轰20的全面的轰炸，再加上未来的无人机，再加上机械狗。我们现在机械狗地面是不谈，空中战力里面有了这个长程的这个飞弹以后，它的打击面更远。换句话说，它的除了东风系统的1500里、4000公里的这个距子线以外，由于航母带的舰载机可以向外又扩张1000公里，就换句话说，接战的空间越长，接战的次数越多。以前我们为什么淘汰66火箭弹？它只能在200公尺以内打。为什么要买托斯飞弹？它可以在3800公尺打。那你还有打第2次机会、第3次机会。你短距离的话，你只能打1次机会，人家冲到面前来。所以中国大陆的防卫思想，它尽量向太平洋里面去扩张它的战略纵深。换句话说，美国靠关岛，靠这些这个作为一个跳板的话，这个跳板就不可靠了。所以一岛链，美国的空军势力已经被赶出去了。现在威胁到2岛链，你的空军可能也有问题了。所以这个东西啊，它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歼35A 现在正式成军，但是它还要量产，因为美国的 F-35有2000多架，所以在这个数量上还要花一段时间。那么这个全战力啊，可以讲跟美国相等，甚至于因为它是后发先至嘛，它每一样武器的设计、雷达的设计、飞弹的设计、飞机的推力都要比你对手要高一点，推力吨数要大一点，速度更快。那么飞弹射得远一点，
他就可以先下手。雷达看得远一点，先发现目标，这就是解放军建军的一个概念。那以前美国有一句口号，What I can see, what I can hit， 只要我能看得见和达到。现在是人家解放军是 What I can see, what I can hit，and 我还可以 long range， 比你打得更远一点。所以这个建军速度之快啊，这个我们看这个航展就蛮感慨的。就是说他大量培养大学硕士博士，然后从理论到实践到生产到研发，他这几年算是喷井式的发展。所以美国空军也蛮紧张，就是说你面对这个，他拼命要搞6代机，你在搞6代机，解放军也在搞6代机，所以这个军武比赛啊，那高下已经可以看得出来。第二个，这个展览呢，就是一个大的推销的市场。那每个国家都希望自己的飞机来这边能够做一个销售。那虽然有的性能比不过老共推出来那几款新的，那高端的买不到，中端的我可以买吧。你说沙烏地阿拉伯他们来，不可能中国大陆把35A 给你。它有一种外销机种，性能稍微差一点，或者卖1010C。所以这个东西啊，所以俄罗斯飞机也要来啊，它也可以在这个地方推销出去。所以这个沙烏地买是将来最大的潜在的买主，因为他已经买了中共的教练机。你有中共的教练机，再引进中共的飞机，这个配起来就比较容易。所以未来可能最大的客户应该是中东，中东的国家。那么这一个航展也带给美国一个警告，就是说你不能在常备管辖到中国大陆东南沿海5000公里以内的范围。好，来请教赖老师。珠海航展啊，越办越大，然后在国际间受到的重视跟这个瞩目的程度越来越高。我们也看到这次来参展的，还有就是来参加这个观众或者是一些来宾贵宾，你会发现就是说很多国家的这些武官也好，或者是这些军事国防工业的负责人，或者是国防部负责人都来，其实都是来看，也就是都来思考未来的采购的一个方向。而且我们都知道，会到珠海航展的这些飞行员都是非常优秀的都是出类拔萃的飞行员，彼此之间都要把他们的飞机的性能展现到最高最极致，然后让这些专家能够看得出来说他的飞机可以到什么程度，然后他再对照他的参数，他们就会了解说这个飞机的性能好不好，然后再看看它的价格性价比，然后再看看它的后勤的真正。那这样的情况就等于是说对未来他们的这些采购，有的是限定就采购了，有的就是给他们一个印象非常深刻，可以改变他们未来的采购的方向。我觉得这个是提供给很多国家一个新的选择。换言之，也就是说，过去中东的很多国家，他们的武器的采购被美国限制住了，他们绝大部分都只能从欧美，以美国为主，间接的欧洲。现在中国大陆提供给他们多一个选项，而这个选项是不会像美国跟欧洲一样附带条件的，约束他们的。它是一个跟他们中国大陆跟中东地区，或是跟北非这些地区更加友好的，或者是跟东盟的国家可以更加友好的一个选项。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世界的地缘政治，还有就是军力的结构的改变，会产生很大的变化。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多一个中国的选项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再养美国人的鼻息在过日子了，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次展示的飞机中，特别他们会介绍的就是有关于歼20S 双人座。目前来讲，这种空优型的无人隐形战机，也不是无人空优型的隐形战机还没有双人座的。那中国大陆这一次做出这个双人座，双人座不得了因为它的作战力会更加的坚强，而且呢，它本身在空中提供数据链的串联，以及联合这些作战，还有它可以指挥这个无人机在空中的有人跟无人机的配合作战，这是一种最新的一种打法。所以当
这一次把这个歼20S 提供出来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而且没有事实上是1:1的模型机，但是它已经告诉你，美国、中国大陆在空优型的战机中，它占有绝对的优势了。对，除非美国再设计出一款超过 F-22而成功的飞机，不然是绝对在短时间，也就是说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美国不具备有空优。那另外刚刚提到的歼35专门来歼灭美国 F-35的啊，其实这个以中国大陆目前的制造能量，它量产速度会很快。当初美国也认为说中国的歼20一定很慢，结果你看人家300架了。那现在的歼35未来看起来速度会非常的快。好，请教岳老师。我今天早上花了很多时间看直播啊，看到那个第15届的珠海航空展的直播，我觉得亮点非常多啊。刚刚前面2位都已经大致上做过介绍。那么除了有新型的飞机啊，展现强大的战力啊，然后这个陆海空啊，还有包含这个各式各样，连越壤都出来了。不过这边呢，要强调这一次呢，珠海航空展呢，跟以往，因为我从第13届开始就非常注意，我这个人呢，虽然是读文的，但是我对于这个飞机啊，总是感觉到在天空中的表现呢，尤其是大陆的81航空队啊，或者说是红鹰航空队的表现，我就感觉到印象非常深刻。我这边讲的，首先第一个的话呢，这是一个明显的军事商业。珠海航空展为什么军事商业呢？因为呢，这个俄乌冲突以来的俄国人打得不怎么样的话，大家知道，整个军火市场当中，美国占了35%，俄国的话呢占了20%，法国占了15%，剩下的英国啊、大陆只有占5%，这是一个难得展示的机会，这是一个橱窗啊，这个非常重要，这是一个就是说是有关于军事上航空器的一个销售。第二个的话呢，这个有很多新型的飞机，比如说歼35A 啊。比如说是这个直20啊，还有比如说是9天的无人机啊，空中航母啊，包含了据我所知有一个综合营啊，里面连整个营队都要出售啊，这个基本上的话呢都是最精锐的武器。以往啊，这个我所了解的大陆对于自己的新型的武器啊，不晓得是基于保密的关系呢，还是基于什么特别的理由啊，都藏着掖着。但是这一次的话呢，就整个开放让大家来选购、采购啊。这次这个航空展呢，其实讲起来叫做航空商展呢，就在卖飞机的啊，有些中东大佬啊，他们过来啊，就是指定。那这个当中为什么要特别促销这个呢？我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就是美国的武器啊，自从以色列发生了那个传呼机跟那个对讲机的爆炸事情以后啊，大家发觉啊，那不安全了。不安全的话呢，找到安全的，一定要找美国对手啊。那美国对手当中又强的话，那当然呢，就是不是这个原来传统的俄罗斯，就是中国。那中国当然更好。另外一点的话呢，我觉得俄罗斯这次积极来参加珠海航空展啊，王牌飞行员谢尔盖·伯格丹都来了啊，然后就开了15期，一个人挂个小包包，就直接从这个就应该是从苏俄吧啊，就是俄罗斯飞到太原，然后加了个油，就直接飞到珠海。另外的话呢，俄罗斯本身来讲有非常多的表演队啊，也都在一起。我觉得这里面象征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啊，就是这次珠海航空展呢，可以说是中俄联手，然后再进行这种促销。大家要知道，那个邵伊古是非常有名的人啊，原来是国防部长啊，他是非常非常知名的人士啊。那么他本身的话呢，也有这么具有点东方特色了，唐努乌梁海的人嘛，所以说呢，这个他能够到达，也展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讯息。另外，我觉得有2点是非常要值得提一下哈，就是说是有关于这个中国在南海对待菲律宾的态度啊，我在这边非常强调哈，这个所有的国际纷争，不管纷不纷争啊，只有靠实力。讲其他的，讲人情啊，讲面子都没有用啊，就是要靠实力。然后另外的话呢，我觉得大家注意消息，这个有关于这个第4艘核能航母的位置点，在四川省的乐山啊，乐山大佛的乐山啊，非常奇特的讯息。因为大家都知道，四川是个内陆省，乐山又是内陆中的内陆，所以说它出现这种情况，大家拭目以待，看看它的发展中间的玄机。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